大家做好准备，若新生人口无法逆转，2025年起或将出现3大转变。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我国正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：新生人口的持续下降。从医疗资源的重新分配到教育体系的调整，再到房地产市场的动荡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。尽管短期内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似乎迎来了春天，例如儿童就医不再紧张，学校录取率上升，但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隐忧。如果这一趋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，长期来看，社会将面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挑战。因此，在享受人口下降带来的暂时红利之际，如何积极应对这些挑战，成为当前社会的当务之急。1、医疗资源分配的变革。曾几何时，儿科门诊犹如一座人满为患的战场，家长们挤破头排长队，只为争取一个宝贵的号源。而医生们呢？他们像马不停蹄的机器，每天要面对数不清的哭闹与病症，疲惫不堪却无法停下。这一切都是新生儿数量庞大所带来的直接结果。医疗资源在这个压力锅里不断膨胀，几乎要达到极限。但随着新生人口的急剧下降，这个曾经令人头疼不已的场景正在悄然发生改变。儿科医生们的日子变得不再那么兵荒马乱，人流量的减少让医院的等候区不再人头攒动，挂号不再像是抢票大战。医疗资源的重新分配，让这个曾经紧张的几乎崩溃的系统，终于迎来了喘息的机会。医疗资源的宽裕只是表象，背后的隐忧不容忽视。人口减少带来的不仅是医院的空闲，还有潜在的资源浪费。一些医院，尤其是地方小医院，面对日益减少的儿科患者，可能将不得不缩减服务，甚至关闭。儿科医生的岗位也可能面临冗余，失业风险正在悄悄浮现。与此同时，医疗行业的整体发展是否会因此放缓，甚至陷入低迷？这种局面的出现，让人不禁开始思考，当医疗资源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的同时，是否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副作用？2、教育资源重新洗牌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每逢高考季，总是硝烟弥漫。考场外，家长们紧张的像是在等最后的判决；考场内，学生们紧绷着神经，生怕一个失误就会与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。那些光鲜亮丽的名校，就像是稀有的宝藏，只有最强的勇士才能取得。而为了成为这个勇士，学生们不得不卷入一场残酷的竞争，卷入无休止的刷题、补习和考试中。家长们更是不惜重金，将孩子的未来压在补课班、特训营上，恨不得孩子能多挤出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。随着新生人口的下降，这个教育资源紧绷的局面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原本让人闻风丧胆的独木桥似乎不再那么狭窄，许多学生能够更轻松地进入理想的学校，家长们也终于不用再为孩子的升学焦虑不已。许多家庭的教育支出开始减少，孩子们的课余时间也变得更为丰富。可以说，这一局面为教育系统和家庭生活带来了久违的喘息空间。尽管竞争压力的减轻看似是一件好事，但这种表面的平静背后，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隐忧？随着录取名额的相对宽松，部分学生和家长开始对学习失去了昔日的紧迫感。没有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学生是否还会保持足够的动力？名校的含金量是否会因此而下降，甚至面临降格化的风险？教育系统的松动可能会让学生的整体素质教育受到影响。在过去，竞争压力迫使学生们不得不全力以赴。如今，缺乏竞争是否会导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失去方向感？此外，教育资源的过剩和学生数量的减少，是否会让整个教育行业陷入一个低效甚至衰退的循环？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教育从业者、家长和学生深思。3、房地产市场走向调整。每逢新楼盘开盘，总是人头攒动，甚至排队几天几夜的场景屡见不鲜。购房者们的紧张情绪不亚于股票市场上的交易员，一旦错过机会，似乎房价就会涨到再也追不上的高度。学区房更是贵得让人咂舌，几乎成为财富象征。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人口增长与城市化的双重驱动，让住房需求居高不下。
开发商笑逐颜开，房产广告铺天盖地，而普通家庭的居住梦却显得愈发遥远。但如今风向正在悄然改变，新建楼盘的销售速度开始放缓，不再是过去那种开盘即售罄的火爆局面。开发商们开始面临更大的销售压力，而购房者却可以在更为宽松的环境下做出选择。与此同时，房价的上涨势头也有所回调，逐渐趋于稳定，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。这种转变无疑让那些苦于高房价的家庭看到了希望，居住梦似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。在房价下调的背后，房地产市场潜藏的危机不容忽视。随着需求减少，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空间正在缩小，开发商不得不削减成本，控制开支，这可能导致房屋质量下降。曾经炙手可热的学区房，也因学龄人口的减少而失去了光环，价格开始回落，甚至有些房产变得无人问津。而对于手中握有大量房产的投资者而言，这场风暴更是让他们陷入焦虑。房地产不再是稳赚不赔的金饭碗，而是充满变数的烫手山芋。更进一步看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仅关系到购房者与开发商的利益，也将深刻影响城市的发展格局。随着人口减少，一些城市可能会面临空城问题，楼盘空置率上升，市政设施无法充分利用，甚至可能出现鬼城的现象。尤其是在3、4线城市，房地产市场的收缩带来的冲击尤为显著。城市发展如果失去人口增长的支持，未来如何维持活力与吸引力？4. 如何扭转新生人口下降的趋势？新生人口的下降不仅让医疗和教育系统面临着新局面，也使得整个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未来的挑战与机遇。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，如何扭转新生人口下降的趋势，成为当下最为紧迫的课题。首先，社会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。要想提高出生率，首先要让年轻人愿意生，敢于生。如今，抚养孩子的成本之高，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多重压力成为了生育的最大障碍。如果能够通过政策手段减轻这些负担，如加大对育儿的补贴，提供更多的托育服务，降低教育和医疗成本，或许能让更多家庭看到生育的希望。然而，光靠政策调整远远不够，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关键。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提升，可以增强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，促使他们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应当确保年轻人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，不再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竞争而选择逃避生育。只有当年轻人觉得生育不会让他们陷入经济困境，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孩子诞生。最后，文化观念的转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生育观念的改变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，影响深远。过去，生育更多孩子被视为家庭的责任与荣耀，而如今，很多年轻人却将生育视为一种负担，甚至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。这种观念的变化，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深刻转型。要想扭转这一局面，就需要通过宣传和教育，让社会重新认识到生育的重要性。家庭幸福、社会责任以及国家未来的希望，都与人口息息相关。结语：要想扭转新生人口下降的趋势，仅靠短期的政策调整是不够的。政府、企业和全社会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的生育压力，通过降低生活成本、提高经济收入，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来增强人们的生育意愿。同时，文化观念的转变也至关重要。唯有让生育回归家庭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，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局面。未来依然充满变数，但只要行动得当，这场变革未必是寒冬，或许也能迎来一个新的春天。